夏天我們要多吃苦瓜，今天用苦瓜搭配茄子，分享一道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，不焯水不油炸，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苦瓜的頭尾肉質比較硬，切掉一小截，然後從中間對半切開，接下來再切成4等份。重點來了，準備小孩吃飯的勺子，把苦瓜的瓜子和瓜瓤處理乾淨，尤其是苦瓜內壁白色的膜一定要刮乾淨一些，怕吃苦的朋友一定要多刮2遍。這些都是苦瓜苦味的主要來源。放入乾淨的清水中，把沒有完全處理的白膜淘洗乾淨。苦瓜的叫法有很多種，我們這邊也稱之為涼瓜，不知道你們那邊叫什麼呢？把洗好的苦瓜簡單改下刀，首先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小長條，然後再切成大約3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就是整道菜的關鍵，往苦瓜裡面加入小半勺的白糖，利用白糖的渗透压把苦瓜醃制一下，醃出多余的水分。白糖不仅可以中和殘留的苦味，同時還能夠軟化苦瓜的瓜肉，在後續炒制的過程中方便成熟。利用醃苦瓜的空隙，我們來處理一下茄子。茄子瓣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要切下来。接着把茄子切成大約5毫米左右的厚片，因為茄子的质地呈海绵狀，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切太薄。切太薄的話很容易碎掉，切成视頻中這樣就剛剛好，在煎制的過程中不容易碎。今天的茄子不需要浸泡，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做家常菜，我們一般都準備一些姜蒜、小米椒。去皮的大蒜用刀拍一下，拍過之後更容易激发出蒜香味，然後再切成小丁。一小塊去皮的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姜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一點的姜末。几個洗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小米椒不仅可以增加辣味，同時還可以搭配顏色。一小把洗淨的香蔥，我們只要蔥白部分，把蔥白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，全部切好和小米椒放在一起備用。大約醃制了10分鐘左右，這個時候的苦瓜也已經醃制好了。用白糖醃制過後的苦瓜不會像用食鹽醃過的那樣軟塌塌的，這樣醃制過後的苦瓜質地脆爽，不需要清洗，不然的話在煎制的過程中很容易爆鍋。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平常炒菜多一點的食用油，把苦瓜倒入鍋裡，有條件的也可以加入小半勺的豬油，全程用小火慢慢的煎制，直到把苦瓜表面的水汽煎乾，煎出香味。整個過程大約要2到3分鐘左右，這裡我們一定要有耐心。很多朋友喜歡用油炸的方式，那樣油太多，吃起來不健康。也有些朋友喜歡用焯水的方式，苦瓜裡面的苦瓜素和維生素很容易溶解在水中，而且苦瓜也會失去脆嫩的口感。看似平淡無奇的苦瓜，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 以及鉀元素，尤其含有一種苦瓜苷的物質，糖高的朋友適量食用對身體非常有益。煎制成视頻中這樣，表面微微金黃，這個時候的苦瓜也已經煎出了香味，倒在漏勺裡面控油備用。鍋裡面再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熱之後把茄子一片一片的下在鍋中。茄子容易煎糊，所以我們全程用小火慢慢的煎制。
在煎製的過程中，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讓每一片茄子能夠均勻地吸上食用油。煎製的時間大約在2到3分鐘左右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茄子的表面慢慢地變成了微微金黃，每一片茄子都均勻地吸收了油脂。這個時候的茄子看起來就特別有食慾。分享一個小技巧，不管在家裡面做茄子炒肉還是油淋茄子，就像視頻中這樣慢慢的煸炒，千萬不要用油炸，因為油炸過後的茄子油太多，吃着也不健康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蔥姜蒜小米椒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輔料炒出香辣味。煎好的茄子直接回鍋。接下來就是關鍵的一步，往裡面加入1大勺的黃豆醬，增加醬香味。加入1大勺的生抽醬油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茄子和苦瓜充分的炒至入味。因為黃豆醬含有大量的鹽分，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另外添加食鹽了，不然的話會很鹹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對阿光的支持與鼓勵。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把苦瓜和茄子充分的炒至入味。一道營養又下飯的苦瓜燒茄子就這樣做好了。茄子含有花青素和維生素 P， 能夠保護血管。很多人夏天沒胃口，就做上這道苦瓜燒茄子，處理到位的話，吃不出一點苦味。2種家常食材搭配，營養均衡，做法簡單少油，沒有複雜的調味料，家裡老人和小孩都愛吃。喜歡清淡口的少放黃豆醬，愛吃辣的多加點小米椒。人間煙火，簡單美食，我是煙火味廚房阿光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